想有时候最怕一次没有准备。总是喜欢看球队，不对，下一秒有新的体会。原来这个世界是有太多在意料之外的结尾。告诉我，你眼里的一切会是怎样的？不讨论对错，最重要的是有全力而为，最重要的是别无言以对。无论谁放下懊悔，我学着会理性至少进退，我学着会感性勇敢面对。可是你是不可抗力奈，只是对你才会不知进退，只是对你才会很难面对。毕竟爱是不可抗力的异类。恭喜你通过考验。老板，这是你第一次夸我。进来。老板，作为一名律师，不要喜形于色。老板说的对。老板，我发现董山的案子有内情，他想离婚根本不是因为生病了，是因为他在外面有人了，而且还有了孩子，所以他才着急离婚的。你怎么发现的？我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不符合他年龄的话，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。后来我还发现他的财产里有一座私人别墅，我想说那就去碰碰运气，结果被我遇见了一个正着。程瑶，你终于学会思考了，我很欣慰。你怎么不惊讶呀？还是说你早就知道了？那倒没有，只是我很了解东山的为人，在我接案子的时候就已经有所怀疑了。我只是想给你个机会，让你去独立查一查。恭喜你通过考验了。老板，这是你第一次夸我。如果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发现不了，那就不用干了。我知道，如果是老板去的话，肯定一眼就发现了，但是我哪能跟老板比呢？每一个年轻律师都是从一个一个简单的案子中锻炼起来的。老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，付出100%努力，一定可以。那也超越不了我。不过老板，为了庆祝你第一次夸我，晚上我们吃什么？海鲜、牛排，还是你也可以点菜？不用了，我约了客户，晚上不回家吃饭。好，那我下次再给你做，我先去工作了。您好，我是这里的管理员。最近小区里面出现了多起咸猪手事件，如果你们家也有女住户的话，一定要多加注意。小区里出现这样的违法行为，你们却只是提醒，为什么不报警呢？我们已经报警了，但这个嫌疑犯呢，他是个惯犯，对小区周围的环境非常的熟悉。我们已经组织多人进行抓捕，目前呢，人被他逃脱了。现在呢，我们组织保安每天进行24小时的巡逻。小区这么大，你每个地方都能巡逻到吗？这个你放心，我们小区的公共区域是由摄像头全部覆盖的。那非公共区域呢？有。遛狗倒是挺勤快。最近小区里面出现了多起咸猪手事件，如果你们家也有女住户的话，一定要多加注意。
说不定只是带着狗走远了呢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员工和老板合作期间发生人身意外，老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身为一个律师，要有提前规避风险的意识。他身高在1.66米左右，体重在90斤左右，黑色长发，长得很漂亮，尤其是眼睛，也不是很漂亮，一般漂亮吧。哎，你们记住了吗？谁要是先找到他，我付谁3个月的薪水。哎，先生啊，您对您女朋友是真关心啊！她这只是出门遛个狗，这2小时没回来而已，说不定哎是去吃夜宵了嘛？哪儿那么多话呀？赶紧找吧。童阳，看给你激动的，是不是？老师在家你都憋坏啦？不好意思啊，那个，你知道5号楼怎么走吗？从那儿往前走，走到那个第1个路口，然后往那右拐就是了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不会。魏震天，魏震天怎么能是垃圾？魏震天，我告诉你们，程阳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把你们物业告到破产。老板，帮我抓一下他。老板，对不起。他吃了什么？你不会想知道的。程阳，你给我快一点儿！哎，马上好了。快点，快点！你再磨叽，我告诉你，我把你和你那傻狗一起扔出去。我得打泡沫嘛，老板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如果你等不及的话，可以先自己洗的。哎，我不想碰他的口水，我要能碰我早就碰了。哎，好了好了太臭了。来吧来吧，快点！在哪来着？真的很臭。要你说呀！赶紧洗，赶紧洗。老板，这个洗面奶是我花700块钱买的，我平时都不舍得自己用，今天正好拿出来孝敬一下您老人家。好点了吗？老板，我知道今天魏震天犯了大错，搞不好还会连坐到我呢。没准我明天就会因为左脚或者右脚先进公司被开除。不过老板，我已经在补救，绝对不能让你这张英俊的脸庞受到污染。要不然，人类能先研究会先上一个档次的。好了。这边也洗一下。哎，这边没点到不？老板，你下次其实可以不用那么着急的，我带着魏震天呢，万一有什么事，他还能叫2声。不过老板，你刚刚冲过来的样子真的很帅。魏震天，这个傻狗，下次不能再这样了啊！你差点就要被流放了，知道吗？
早上好，老板。为了给你压压惊，今天的早餐有中式的跟西式的，看你喜欢哪一个。你讨好我没有用，除非让魏震天消失。我知道昨天的事情你很生气，但是能不能看在魏震天还是一只小小狗的份上，再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呀？你就这么跟我道歉是吧？老板，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重温旧梦的。老板，你小时候也被狗扑过吧？一回生，二回熟嘛。重温旧梦，还一回生二回熟。老板，我一定会管好魏震天的，事不过三，绝对没有下一次。再有下一次，我替他受罚，可以吗？别想逃避做夜宵啊！怎么会呢？老板的睡眠质量是我最在乎的问题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为老板做好每一顿夜宵的。老板，今天我发工资，为了给您赔罪，我可以请你吃饭吗？你的工资够我吃的吗？确实不太够，我只是个贫穷的打工人。要不要我多发点奖金给你啊？真的吗？老板，你的心胸好宽广呀。多看看你的银行卡余额，就能清醒点。什么仇什么怨。外边风景不错呀。你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我是这么想的，即便你是个公益律师，那咱也需要一个固定的场所办公，是不是？这地方交通便利，旁边就是均衡，想去看程瑶随时去，完美。确实。那办公桌就放这儿。好。这外边光线好。你那儿就放一个沙发，做会客区。好。再放点茶水、果盘之类的。平时放松也可以在这儿。我就说咱俩有默契吧，哎，全想一块儿去了。到时候在门口这个位置再摆一棵摇钱树，招财。均衡也放了一个。吴军，谢谢你。不过我不能要。吴军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平时工作的地方不是乡下就是郊区，要不就是棚户区、拆迁区，我用不上这个地方。不过还是谢谢你。是这样。我呢，其实是遇到点麻烦，想找你帮忙。找你帮忙，我总不能空着手来呀，对吧？这我们律所呀，收到了法律援助中心分配给我们的法律援助案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律所那几个，要么臭脸，要么傲娇，让他们去做法律援助，不得给人吓死啊，是吧？实在没办法了，想找你江湖救急，这牵扯到我们所今天平，好不好？帮我个忙。没问题，你随时来找我。我这个办公室我真的不能要，我也用不上啊。行，办公室不要，那我这人你总得要吧？啊？对呀，我呀，我给你当助理怎么样？这工作本来就是我的，分配给我，那我当然得好好完成它。但是这公益律师跟你们所接的那件案子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。没事儿，不怕苦，不怕累啊！为了我们所今天平，我什么苦都能吃。那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小助理了。张大姐，哎呦，陈律师啊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我男人那个案子，进屋说，进屋说。好。对。张大姐，这个你拿着，你先喝了。你住的地方呢，常年阴暗潮湿，容易感冒，还容易交叉感染。你平时一定要注意身体。你丈夫因公诉上的证据资料我已经递交到法院了，开庭日期就在下个月，一切都妥当，你不要担心。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保重好自己的身体，你丈夫还得靠你呢。哎。张
大姐，我外边有点事儿，你在这稍等我一下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哎，你先忙您的。出来。哎，程曦啊，我觉得你这个地方真不错啊，小花、小树，还有小鸟。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？你调查我？你看这话说的，我是关心你。我委托人还在屋里等我呢，有事快说，说完快走。哦，那个什么呀，那个保险箱密码我突然忘了，然后我就想不起来了嘛，着急我就过来问你。结果在路上啊，越想这件事情我就越难受。我觉得这个家没有你不行。保险箱密码是咱俩领证的日期，这你怎么能忘了呢？程曦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心里有我，其实我心里也有你，我怎么可能忘了呢？这么多年都没变过，还是这么漂亮。心里有我的话，那你怎么能忘呢？咱俩已经离婚了呢。不行，陈律师啊，你好了没啊？哦，有点急，一会儿还有事儿呢。我这次给你留脸面，再来报警。哎呦，太狠了！我听着动静不对，就故意打了个岔。哎呦，陈律师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张大姐你先坐。哎，好。我家附近有家地道的巴西餐厅，来尝尝。老板，老板，董山案的这个我整理好了，你看看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。秋瑶，董山这个案子不用跟了。为什么？是我哪里做的还不够好吗？你可以跟我说的。不，你做的很好，不是你的问题。那怎么了？董山撤诉了。他死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董山的死完全是意外。今天凌晨，他赶着去机场出差，一辆大货车因为超载发生了侧翻，压到了他的车，当场死亡。这是他助理刚传真过来的死亡证明。在离婚诉讼期间，一凡当事人死亡的诉讼终结，所以这个案子我们不用再跟了。至于董山，他一直想达成的目标，至少达成了一半吧。他和蒋文秀的婚姻关系确实是终结了，只是以死亡的方式。他一定没有想到会用这种方式结束婚姻。对了，董山的追悼会在1个小时之后，他助理通知了我时间和地点。作为律师，我想送他一程。按照习俗来说，不是应该在3天后才办追悼会的吗？怎么那么着急啊？不过老板，你早上约了一个潜在客户聊委托事项代理的，是遗产继承纠纷案的，标的额1个亿。程瑶，帮我跟客户沟通，争取改约。如果人家不同意，那就取消，跟人家道歉。但是这样的话，可能会把客户推向别的律所。我知道。那我马上去给客户打电话。程瑶，追悼会你跟我一起去。嗯。
谢谢。我的父亲董山，他是一名好父亲，也是一名好丈夫。在我小的时候，他跟我母亲两人白手起家，伉俪情深，用最大的努力给了我最好的生活。今天，我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，在这里悼念我的父亲。他是我第一个客户，那个时候的我，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律师，没有经验，也没有名气。但是董山依然选择相信我。姐，钱律师，谢谢你今天能来参加我爸爸的葬礼。董先生是我的客户，应该的。钱律师，我想耽误一下二位的时间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好，谢谢。明明，你先出去，妈妈有些话想跟二位律师聊一聊。妈，你听话，出去。好。请。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，今天不说，不知道今后会不会有勇气再说出来。我和老董从认识到结婚，再到生下明明，一路上坎坷重重。当年我们家庭条件好，可老董却一穷二白，双方父母都不同意，我们俩是顶着压力结的婚。我们的婚礼没有受到任何长辈的祝福。我悄悄地从家里跑出来跟他结婚的时候，身上连1分钱都没有。我们就这样一路上白手起家，打拼到现在。我知道老董要找我闹离婚，我很崩溃。但是，我心里清楚，我和老董这几10年的感情风风雨雨，没有什么原则问题，任何矛盾都能得到解决。所以，这婚是离不了的。我只是没有想到老董突然2位律师，起诉离婚的事情，除了我、敏明，还有公司里一些亲近的人以外，其他的人都不知道。所以，我今天想恳请2位律师替我们保守这个秘密。老董已经走了，就算你们为我们这个家保留的最后一点尊严，可以吗？我和我的每一位当事人都有保密条款约束，即便是委托代理不再有效，但保密条款是永久有效的，你可以放心。好。
谢谢。老板，为什么感觉你好像不太喜欢蒋文秀呀？没有不喜欢，只是公事公办。只能说现在这样的结局对蒋文秀来说也许不算太坏吧。他不知道董珊出轨的事情。你看他刚刚在追悼会上那么痛苦的样子，感觉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董珊。他知道。知道什么？他什么都知道。知道董珊出轨吗？不对啊，那他刚才在追悼会上那么痛苦难过样子是装出来的，不会吧？蒋文秀和董珊可是一起白手起家的，甚至连外界都不知道。真味餐饮能够做大做强到今天这一步，核心人物并不是董珊，而是蒋文秀。她是一个很有商业手腕也很有魄力的女人。她的难过是真的，但是为自己的打算也是一样没落下。老板，你为什么会这么说？她甚至连遗体需要停放3天再火化的习俗都没有遵守。凌晨死亡，今天上午就火速办了追悼会，直接火化，这是为什么？他知道一切，而且知道对方有孩子，所以才这么着急火化遗体，想要避免财产分割。还行，不算太笨。非婚生子跟婚生子享有同样的继承权，但是想要证明这个孩子有继承权，就得证明他跟董珊有亲子关系，要做 DNA 鉴定的。所以蒋文秀这么着急的火化董珊的遗体，是想毁灭他的身体组织跟 DNA 啊？对。这样的话，对方就没有办法主张亲子鉴定了。他是想从源头上彻底否认这个非婚生子的存在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约我们见面，还让我们保守秘密的原因。无解的阴天，错放的时间，你总在这里，也都情有可原。指尖划过你的试探。发你的材料都看完了，下周的会议很重要。案件思路也已经发到你邮箱了。威震天不用溜了，晚饭后已经溜过了。勤于观察下属的情绪压力，然后采取适当的措施，属于老板正常的员工管理工作。魏震天，你说婚姻到最后是不是都只会变成算计？不奇怪，法律只保护财产，但保护不了感情。这些我看着太碍眼了，对我的工作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，希望您处理一下。哦。你刚刚问魏震天的问题，困扰你这么深啊？我以为你做了家事律师之后，对此有深入的了解。也对，以前我姐跟邓明关系这么好，最后分开了，还是被邓明摆了一刀。还是有不一样的。我爸妈就不一样，他们之间没什么利益的牵扯，所以维系他们之间关系的纽带，我至今也没找到。有没有可能是你啊，老板？你这么优秀，肯定是他们的骄傲。维选他们的共同语言就是你呢。
我爸觉得我不务正业，劝我早点解散均衡，回家继承公司。那怎么行啊，老板？你可是均衡的头号招牌，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呀？你不用担心，你的适应期也没剩多久了，你比我早离开均衡的可能性更高。真不知道老板是安慰我还是埋汰我。不过你很有同理心，也会安慰人。或许吴军找你来是对的，你多努力一点，早晚能超过包瑞、于飞他们。程律师，等我爸的后事办完，我们能找个时间见个面吗？老板，董敏说能不能见一面？记得录音。我今天约你出来，没有打扰到你工作吧？今天还好，你妈妈怎么样？状态还好吗？感觉她每天都在故作轻松，应该是怕我难过吧。但是她越是这样，我就越觉得自己特别没用。逝者已逝，留下的人更要好好生活。是啊，为了我妈妈，我也要振作起来。其实半个月之前，我见过钱恒一次。那个时候，我爸就委托他办离婚了。我们做律师是有规定的，不能随便泄露客户的隐私。我知道他是大律师，做事有自己的原则。但是我总觉得他会在事后跟我解释点什么。我们老板这个人就这样，很多事情放在心里，不愿意说出来。我也不怕你笑话，其实我都追了他2年多。我一直以为不管怎么样，就他至少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在意我的感受吧，或者是就是有一点点的存在感。但是事实证明，是我想多了。真羡慕你，你知道吗？像他那么高冷的人，竟然会在我去找你的时候，专门给我发信息，让我不要再骚扰你。到底有什么魅力，让他这么心动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老板这个人他就是比较大直男，有的时候伤人不自知，你别太难过了。我逗你的，祝福你们。我也是，做了那么久的小孩，是时候该成为一个大人了。祝福我自己。别动啊！我警告你，最好离我远一点。你，别动啊！别动！
把眼睛闭上。真是疯了，这狗怎么越看越像程瑶啊？老板，你回来了。嗯。魏震天怎么戴着眼罩啊？他的眼神太傻了，对我来说是精神污染。走，回房间。好好休息，不要动。董敏，有什么让你转达的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就是随便聊一聊。那个老板，你不喜欢董敏，直接拒绝他对他来说是好事儿。不过现在案子已经结束了，他爸爸还去世了。作为普通朋友，你有没有考虑告诉他你隐瞒他的原因啊？我为什么要解释？至少让他知道你不是故意伤害他的嘛。结果已经铸成，是不是有意的，有什么关系吗？有啊，这对他来说很重要。程瑶，给人虚假的期待才是最大的伤害。如果一个人自欺欺人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难道我还要推波助澜吗？你请我吃饭的事儿什么时候兑现啊？最近不是有点忙吗？所以。民法典第472条，经受邀约人承诺。啊，现在就起，现在就起。吃什么？老板，要不我们换一家吧？这已经是我在能吃的范围内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一家餐厅了。为了照顾你，我居然用到了性价比这3个字，真的是。被你照顾负担也挺重的。哎呀，快点儿！要不还是你点吧。这样，这一页都要2份。啊，好的，先生。吃得完吗？吃不完再走。既然距离上次还有一段时间，那我们来背法条吧。要不我们还是聊聊人生吧。聊什么呀？你为什么选择法学专业？你对法律有信仰吗？因为我选错了。选错了？填志愿那天，我打了通宵的游戏，早上起来有点眼花，我以为自己报的是法语，结果报到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报的是法学。因为当年喜欢法国文艺电影，所以想学法语，但是现在想想，完全没有必要报法语专业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小语种就业比较狭窄吗？不是，是因为我看了太多的法国电影，所以那些台词、读音什么都记住了。随便学了1年半就通过了 C2，现在跟法国人交流完全没问题。而且学法律也让人务实了不少。我现在觉得做律师这样真枪实战的还挺有趣的，算是歪打正着吧。你看，人在年轻的时候啊，很有可能看不清自己。在报专业那会儿，我哪知道自己原来那么聪明呢？哦，原来你也从小打游戏啊？你有在听我说话吗？你打什么游戏啊？
晃动神。我也玩那个，弹诺提，弹诺提你知道吗？你用什么？我用法师啊。法师很难的。当然了，所以用法师通关才有意思啊。那前期绝对是单打独斗，不管你装备有多好，直接被人一招秒掉。但是后期一个范围伤害就直接封神。啊，原来你打游戏都这么卷。我认识的人里面很少能用法师打通关的。你果然是打官司里面最会打游戏，打游戏里面最会打官司的。哦，对了，老板，它里面的歌也可好听了，我当时还见了一个。那你知道这个流派叫什么吗？死亡金属吗？我第一次觉得我做你的助理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缘分在的，值得干一杯。哎，你要真喜欢的话，我别墅里有几张珍藏版的唱片，我拿给你。我连一个像样的留声机都没有，你送给我也是暴殄天物。你要是喜欢，就不算暴殄天物。没想到你有时候还挺可爱的嘛，老板。要不，我们还是杯法调吧。上菜了。不用够了描述什么，我用肌肤量滚它，不用手掌比什么翅膀，我有神算学飞翔。哒哒哒哒哒，时间不会说话，可是我心底的美好，想和你抵达。哒哒哒哒哒，随命运来甩打，让永恒来回答。听着海誓山盟那些承诺，谁都转变过。听着蜜语甜言那些情话，谁自问自答。我迎着你，世界从不停说悄笑话，谁让我偏偏有本领做你的童话。海誓山盟那些承诺，谁都转变过。任凭蜜语甜言那些情话，谁自问自答。我走向你，任世界不停说玩笑话，算什么？我就说爱你呀。或许无条件的相信野草奇迹会开花，或许勇敢腾起那朵烟火，至少绽放啦。以我余生，所有时光中完美无瑕，谁让我唯一有资格做你的童话？